我拉着剧毒藍環章魚故意翻車，看着來哄搶的村民，我知道我的計劃成功了。只因在10年前，我爸駕駛的大貨車被滿路的釘子扎破車胎，導致車毀人亡，滿載的羊羔被附近村民一搶而空。這不是意外，釘子是附近村民故意放的，目的是讓貨車側翻，好借機搶車上的肥羊。我媽想起訴他們，可村民們撒潑打滾不講理，警察也束手無策，案子只能不了了之。一晃10年，時光轉瞬即逝，我開着一輛大貨車再次路過當年的村子，不過這次我車上看似裝的是普通的章魚，實則是劇毒無比的藍環章魚。我故意將車停在離村幾公里處休息，下一秒，一個老頭就興奮地走了過來。小伙子，你拉這一車東西要去哪裡呀？去京城，給那裡的高檔酒店送章魚刺身。紋身老头頓時笑了起来。這個老頭我在10年前給我爸收尸時見過，當時要不是他攔在半路，故意將我爸引進村，我爸根本不會出事。他目不斜視地看着我這一車章魚，表情越發激動。前面高速封路了，我帶你走国道抄近路，我家就住在前面，你順路捎我一道。又一個冤种送上門了。這套流程他门清，這種喪盡天良的事情他幹了20年，在他手裡家破人亡的司機數不勝數，但他卻不知道，這次我早有準備。來之前我就和其他受害者家屬商量好了对策，甚至又喊了一輛大貨車，等我進村後就拉着一車酒緊隨其後。那就謝謝你了，大爺，快上車吧。老头輕車熟路地爬上我的車，偷偷拿出手機發送了消息，讓別人準備好劫道。小伙子，你拉的這章魚是什麼品種？身上還有藍色的圈圈，咱怎麼沒見過？大爺，這可是进口品種，專供京城大酒店做章魚刺身，咱們這種老百姓哪裡吃得起？喲呵，那這小東西肯定鮮，怪不得这城裡人長得都白淨，沒成想這章魚都生吃。老头腦中滿是貨車翻倒後貨物要怎麼銷臧的畫面，激動的嘴角都壓不住，但他卻完全沒注意到貨車上被油漆噴塗的幾個大字，上面寫着危險產品禁止食用。貨車很快開入村子，就在這時，老頭突然捂住肚子不停哀嚎起來。我肚子有點疼，你放我下去上個廁所，我待會兒自己跑回去就行。老頭早就讓村民在村中布下了陷阱，此時央求下車，不過是怕翻車殃及到自己，但我卻不打算這麼輕易放過他，馬上就到村子大隊了，到那兒我給你撂下。我將車速提高，老頭頓時被嚇得慌了神。我要是拉在車上可老臭了，你洗車都沒人給你洗。沒事，我們開大車的什麼沒經歷過，你座位底下有臨時馬桶，平時我也在車上拉。給我停車，你開過了，我家在那頭，快讓我下車。老頭越發急躁，拿起車上的錘子朝着車窗玻璃猛砸，但即便使出全力，也沒有對玻璃產生一點傷害。這玻璃怎麼會砸不碎？這是定制的防彈玻璃，我剛買的，你別再給我砸壞了。到了村裡我馬上給你放下。求求你了，快停車放我下去吧，我才89歲，還沒有活夠啊。為什麼停車？大爺你放心，我車技可好了。我讓人在前面動了手腳，到時候側翻咱們都得死。你怎麼現在才說？突然車子撞到了村民堆積的土坡，前輪飛起，壓到了準備好的釘子上，頓時車子便開始不受控制地向左側傾斜，任我如何打方向踩剎車都於事無補，徑直撞向了一旁的商鋪。霎時我感覺自己5臟6腑都被撞得移了位置，好在提前穿了防撞緩衝背心，要不就這衝擊力還不得當場吃席。我扭頭看去，原本坐在副駕的老頭因為慣性直接撞到前擋風玻璃上，渾身滿是傷痕。快打120！老頭拿着自己的手機，但卻不敢報警，因為他必須要銷毀掉手機裡的通風報信的證據，但他卻因為腦震盪頭昏眼花，看不清手機刪除鍵。你沒事吧？要不要我送你去醫院？我借機上前一把打掉他手裡的手機，這麼重要的證據我怎麼可能讓你刪掉？突然我的耳邊傳來一陣陣急促的腳步聲，村民每人抱着一個竹簍開始瘋搶在地上爬行的章魚。見狀我當即朝他們大喊道：快救救我們，幫我們報警，要不老頭就……一個大娘突然打斷了我的話：凭什麼幫你報警？我家老头子都說了，这章魚可是上等人吃的，可鮮了，這回我得拿回家好好嘗嘗。大媽，你們快幫忙報警，救救我们！我們這老婆子哪會用手機呀？你自己往外爬吧。太好了，咱們也能吃一次上等人的東西了。咱們這次可發財了，家家賣給魔都人，又能蓋小洋樓了。這群人根本不在乎我們外鄉人的生死，但他卻不知道壓在貨車上可不止我，還有他的老伴。不多時，越來越多的村民開始朝這邊聚集過來，每個人手裡都拿着麻袋，3下5除2就將一整車的章魚全部搶空。你們千萬不要拿，這章魚可是劇毒，處理不當要出人命的。這是我們應得的，我都聽孫大爺說了，這東西有多好，老子還沒吃過生魚片呢。你們可千萬不能吃，這不是普通章魚，處理不好可是要出事的。話音剛落，村口竟再次駛來一輛大貨車，同樣壓到了村口的鐵釘上，發生了側翻，將白酒散落一地。村民們見狀，當即拿起背篓，再次蜂擁而上。我心裡暗道，可算是來了。發財了，有酒有菜，這次什麼都不缺了。我趕忙從車子裡鑽了出來，衝到眾人面前，慌張道：不能吃，這是藍環章魚，有劇毒，你們快還給我！我看你就是怕我們吃了，你沒法交差要賠錢。聞言，我立馬上前，想要奪下竹簍中的章魚，但卻被他一把推倒在地。你還敢搶？信不信我躺下來訛你？誰說這章魚有毒啊？這章魚看着可太棒了，怪不得城裡人都喜歡吃。大爺，你們千萬不要吃，更不要喝酒，這藍環章魚本身就有剧毒，再加上酒精，神仙都难移。大爺冷哼一聲，不信邪地將章魚和白酒拿在手裡。至於這麼詛咒
我嗎？還騙我有毒，我這就吃給你看。话落，大爷毫不猶豫地将章魚塞進嘴裡，隨後灌了一口白酒。我這不是没事嗎？還敢騙人！瞬間，大爺倒在地上，不停地抽搐，全場人頓時被嚇得將手中東西扔在地上。下一秒，人群中突然竄出一個大娘，慌忙撲到大爺身邊，塞進他嘴裡一顆藥丸。老頭子出門又忘吃藥了，非得抽起來才老實。大爺臉色慢慢恢復，從地上爬起。誰說這魚有毒啊？這魚可太棒了，給我掀翻了，我就說這魚不可能有毒。这我得給我家老頭子拿回家裡下酒。我沒有繼續勸，剛才撞擊導致我頭暈目眩，讓我在不知不覺間昏迷了過去。我的任務完成了，接下來就看李哥的了。李哥父母雙亡，靠着舅舅的接濟長到18歲，但就在3年前，他舅舅開車來到楚生村翻了車，滿車貨物被搶個精光，舅舅也成了植物人。這麼多年，終於等到這個機會了。不枉我跟這群刁民相處這麼長時間。成為副村長的這2年，我一直在給楚生村修路建路燈，在每一個路燈上都裝滿監控，為的就是收集證據，將你們這群狗東西繩之以法。李哥看着監控中哄搶貨物的村民們，將他們貪婪的嘴臉記錄下來，並出於人道主義，通過廣播提醒道：請村民們遵紀守法，不要爭搶貨物，請搶奪貨物的村民們不要使用，立刻還回給物主。諸如此類的例行喊話，他已經持續了1年多，但每次都是對牛彈琴，村民們被貪婪蒙蔽了，根本不會聽他的。孫大娘抱着滿載的豬肉，哼着小曲回到家，看着緊閉的大門，下意識喊了聲：老頭子開門。門內陷入片刻寂靜，沒有人回答。這老頭子死哪兒去了？不就是給大貨車引路嗎？咋還沒回來？該不會又上誰家打撲克去了吧？孫大娘自顧自地推開大門，美滋滋地將豬肉中的章魚扔進水缸裡。這些高級貨吃一半賣一半，到時候掙的錢就能翻蓋小洋樓了。楚生村地處偏僻，很少能見到魚，更別說章魚了。晚上孫大娘做飯的時候宰了2條章魚，但燒完章魚，她卻發現手指頭破了皮，已經隱隱有淤血滲出。這海貨就是險，剛剛趁我不注意，居然偷襲了。孫大娘嘬了一下手指，隨後走到鍋前，一股腦地扔進鍋裡燉，看着鍋中不停烹煮的章魚。這東西這麼貴，晚上可得讓我孫子多吃點。小孩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，要好好補補。晚餐被搬上桌的時候，孫大娘兒子看着一桌鮮美的燉章魚，迫不及待地嘗了一口。下一秒，他突然眉頭緊皺，說道：媽，你用的什麼魚啊？這麼鮮？俺哪裡知道，今天又有個大貨車翻了，這些都是你爸的戰利品，咋樣，好吃不？孫大娘的兒子是上過大學的，主學動物專業。他疑惑地走到廚房的水缸裡一看，頓時背後一涼。媽，這可是藍環章魚，沒想到你還會處理這個。哪有那麼費勁？我給這魚宰了，就直接扔裡面燉了。聞聲，孫大娘兒子被嚇得癱軟在地上。媽，這章魚處理不好有劇毒，快送我去醫院，晚了要嘎人的。孫大娘沒想到事情這麼嚴重，趕忙衝了出去，打算喊輛車將兒子送去省城。張猛啊，你在家嗎？我家兒子吃了那魚中毒了，你快開車送我兒子去省城看一下。孫大娘走進門，怎料張猛餐桌上赫然擺放着一隻肥美的章魚。你說的那魚不會是這個魚吧？孫大娘此時才注意到，張猛不止面色蒼白，甚至嘴唇都被毒腫。完了完了，就是這個魚，全村人會不會都吃了這毒魚？快打120！120嗎？我們全村誤食了毒魚，可能全中毒了，你們快來救命啊！120不會來得太快，因為他們為了將大貨車洗劫一空，早就在來的路上放上了碎石和樹枝，耽誤警車和120進村的速度。而現在回旋鏢扎在了他們身上，還真是報應。兒子，你可千萬不能出事啊，不然我可怎麼活？孫大娘的哭聲響徹整個村子，但由於他們家平時的跋扈，沒有一個人願意幫助。這一夜，楚生村徹夜未眠，充滿了嘔吐聲和尖叫聲。警車、救護車來了10幾輛，而我醒來後已經是第2天的早上。你受的是輕傷，但坐你副駕駛的老大爺就慘了，他腦袋顱內出血，雙腿粉碎性骨折，送來的太晚，半路上就咽氣了。聞言，我忍不住笑出了聲。外面這群村民可是遭罪了，不知道在哪抓來的章魚，吃完之後，輕則意識不清醒，渾身抽搐，重則器官衰竭，被送去了重症監護室，還有好幾個直接就嘎了。这是我見過最大的一起食品安全事件了。現在各大部門都在對這件事進行關鍵性調查，很快各種記者媒體就嗅到了頭條的味道，不約而同來到楚生村，將長槍短炮對準了各位村幹部。現在得快點找人去銷毀大貨車側翻的證據，還得找人應付這群狗仔，這可怎麼辦啊？村長絞盡腦汁也沒想出個對策。就在這時，村子裡卻突然燃起熊熊火光，不知被誰放了一把大火。村民們本就虛弱，再加上一場大火，更是受傷無數。蒼天啊，大地啊，這是哪位天使大姐給我出的這口氣啊？敢把章魚架上白酒一起燒了，撒旦都想不出這主意。我忍不住笑出聲。突然，醫院大門被人推開，一位警察走到我的面前。你好，我們要對你例行口供。你們問吧，我肯定配合你們。我们調查到你原本不該走這條路線，為什麼事發時突然轉換路線？是不是有意為之？就是副駕駛那位大爺說高速被封了，讓我走這邊更快，還要讓我順路送他回家。對了，你們找到我的手機了嗎？我這人喜歡記錄生活，所以大爺上車後我就打開了手機的錄像功能，事發經過都在裡面。手機我們已經找到了，外殼輕微破損，進了些水，我們技術部門正在對裡面的數據進行恢復。那就好，可不能冤枉了我放跑了大爺。我們會進行調查，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嫌疑人。你們找到那位大爺的手機了嗎？我才想到這個大爺自從上車就一直在捣鼓手機，像是給誰在通風報信。
這就是案件的關鍵。我們的人剛打電話過來，說在大爺的手機裡找到大爺出事後沒來得及刪除的信息，信息裡包括他向別人透露你的車牌後，你的車會在什麼時間路過楚生村，嘱咐別人撒釘子掏洞在那個路段。所以這根本不是一場意外，而是一場蓄意的車禍。技術部門現在在对大爺的手机數据进行全面恢复，估計還會有更多的證據。下一秒，警官的電話響了起來。通過技術復原，我們得知這已經不是大爺第一次作案了。大爺不但是團夥作案，而且還是多次作案，被他們害死的大貨車司機不計其數，參與案件的嫌疑人數量巨大。沒想到這還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團夥作案。我想他們應該已經掌握了大量的證據，所以我故作害怕地問了一句：所以我要為大爺的死負責任嗎？只要可以確定大爺是車禍的主謀，你是無罪的，甚至還可以起訴他蓄意謀殺。不過現在很多村民吃了章魚中毒，你作為運輸者有監管不當的責任，這部分的責任還需要慢慢劃分，賠償款的數額可能會很龐大。我都說了好幾次不要拿，但他們非要拿去吃，算我倒霉，窮乡恶壤出刁民。這句話果然沒有錯。你都昏迷了，竟然還記得自己勸阻過。在我昏迷前，我不止一次地告訴過他們，千萬不要吃，這章魚處理不當有剧毒，但他们非不听。我記得事发路段有监控，應該能證明這一點。我們已經調出了昨晚的監控，但監控不帶語音功能，只能看到村民們哄搶章魚喝酒。他們扔掉你的手機，阻止你報警。民警无奈嘆口氣，在我這兒沒有獲得有用信息的他們，只能先離開。但沒等我休息，知道我蘇醒消息的楚生村村民立刻衝進了我的病房前，惡意地打砸房門。你這個謀財害命的兇手，我要讓你給我家老頭子償命！我兒子吃了你車上的魚，現在器官衰竭，你要給我兒子一個腎！別以為你躲在裡面不出聲就行了，我知道你在裡面。聽着這些話，我輕笑一聲，你們隨便罵，更大的還在後面呢。隨着案件的深入調查，楚生村村民蓄意謀殺，引起車禍，年年哄搶貨物，這個村和這些村民每個人都被打上了害蟲的標籤，終將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隨着輿論的發酵，更多翻車的大貨車司機以及受害者家屬都站了出來，尋求公道。楚生村草菅人命，他們為了小小木屋故意放釘子，致使我兒子的大貨車翻車當場死亡。這群人就是把生命當兒戲，吃受害者的人血饅頭。他們這群人是社會的蛀蟲，推掉他們，让他们牢底坐穿。战地记者为您傳來最新消息，由於受害者眾多，楚生村村民將被提起公訴。立案後，不少村民想要逃離楚生村，全部被依法捉拿進入警察局。現在距離案發已經過去10天了，楚生村村民全部被收錄進拘留所，但只有一個例外，那便是楚生村副村長李慶。據悉他是外來人員，並且從未參與這些案件。每次案發時，他通過攝像頭拍下了他們的罪證，屬於舉報立功者。我看着手機中的新聞，笑容止不住的上揚。但就在我以為我已經被摘除嫌疑的時候，警方竟再次找上我，但這一次卻是將我帶去了警察局的審訊室。有人看到你跟幾位受害者家屬見面，我們有理由懷疑此次案件是你們共同策劃。我下面提出的幾個問題，你必須如實回答。首先，你是否認識李青？我認識，我和另一位受害者家屬是朋友，我們一起去的時候，這位李先生恰巧也在。你在撒謊！我們調查到，幾年前你的父親也是死在車禍中，也是死在楚生村，所以我大膽猜測，你這次翻車不是意外，而是幾人謀劃的復仇。章魚和酒就是你們殺人的刀，你知道你們這是什麼行為嗎？想要通過情緒擊破我的心理防線，想得美！你也說了只是猜測，警官，如果你沒有證據證明你的觀點，憑你剛才的一番話，我是可以告你誹謗的。你怎麼知道我沒有證據？如果你有證據的話，我想我就不會坐在這裡了。我早就知道任何事情都會有跡可查，所以該做什麼表情，該怎麼回應，我已經在心中演了千百遍了，爭取到了毫無破綻。現在所有證據都對你有利，都在證明這起案件和你無關，都是大爺的自導自演害了自己。可是換好的車窗玻璃和你提前穿好的防撞背心，半年前村裡突然裝上了監控，當眾多的巧合都湊到一起，那便是有意為之。那你隨便查，真查出什麼坐牢我也認。我只知道我爸死後，我媽日日以淚洗面，我也天天做噩夢，徹夜難眠，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。自從出了這件事後，噩夢也不做了，覺兒也能睡着了。以後到了地下，我也算是有臉見我爸了。我問心無愧。審問犯罪分子那是法官的事情，不是你的事，你要為你做的一切付出代價。那為什麼他們這麼多年還在逍遙法外？警官，你見過那些刁民醜惡的嘴臉嗎？你聽過最撕心裂肺的哭聲嗎？你懂那種看着父親死亡的無力感嗎？他們死了，我謝謝老天爺。你要是真查出什麼，我也無話可說。警察皺了皺眉頭，低下頭，最終什麼都沒說，扭頭離開了審訊室。我練習了這麼多年，但是真到了審訊的時候，還是因為情緒波動太大，險些暴露了。2個月後，這起牽扯甚廣的案件落下帷幕。現在本院開始進行2審宣判，經審理查明，原法院認定證明李青對孫某死亡以及村民中毒事件無直接責任，事實清楚。2審期間，證人王某等20名貨車司機出庭作證，提交行車記錄儀、影像貨物損失清單等證據，證實楚生村村民長期在村口路段撒布鐵釘、挖坑陷阱、哄搶側翻貨物，其行為已構成聚眾哄搶罪、危害公共安全罪、故意殺人罪。證據確實充分，分別判主謀張某等人有期徒刑15年，孫某等13人有期徒刑12年。
其余众人有期徒刑7年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，自宣告之日起生效。如对判决有异议，可在接到判决書的第2日起10日内，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诉讼，在申诉期间不停止判决的执行。听到宣判结果的那一刻，我跟李青的心终于稳定了下来。我已經辭去了楚生村的職務，準備去別的地方工作了。你以後想幹嘛，還是去開貨車。要是再走那條線，你就能放心了，沒人會在攔路搶東西了。以後我當然要開，我都要看看這寂靜的楚生村還有沒有見不得光的事兒，也讓後來的司機兄弟們知道，公道自在人心，在陰暗的角落也會有出陽光的時候。楚生村的一切罪惡都被連根拔除，但就像我說的那樣，這個城市會有一些人趁黑出動，試圖擾亂這個城市，將所有人籠罩在黑暗之下。但我願做城市之光，照亮這城市中所有的黑暗角落。